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 Miko，今天来教大家制作这款复古年华系列长语拼花开衫的编织方法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织社进入查看。这款开衫分为长款和短款，钩织方法相同，只是花片数量和针数行数有所不同。衣服分为后片、左右前片、袖子、门襟和钩边这几个部分。衣服的左右都是指衣服穿着时的左右，先钩织后片，然后钩织左右前片，再钩织袖子，并与身体连接，最后钩织门襟和钩边。教程以短款为例进行讲解，长款可以参考视频演示，先学习钩织方法，再对照图纸钩织。先学习后片的钩织，来看成品。后片分为花片1、第一部分、第二部分和花片2。先钩织花片1，然后沿着花片1的左右两边分别钩织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，最后钩织花片2。最外圈边钩边与其他部分连接。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长针、中长针、引拔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首先我们来钩织花片1，花片1采用锁针环形起针，逆时针环状向外钩织，部分圈数需要换色，每一圈正反面交替钩织。下面请看我演示钩织方法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这里我用棉线演示，颜色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锁针起针，左手挂线，右手持针，先打一个结。这个结不算一针，稍微拉紧。下面开始钩3个锁针，可以钩得松一些。方便后面的挑针。现在将钩针穿入第一个锁针上方的半针，钩一个引拔针。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一圈，先立3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。按照图纸上逆时针顺序看针法，钩针绕线，穿入圆环中心，钩2个长针。钩织的过程中要包裹住起针的线头。然后是3个锁针，3个长针，重复2次。
然后一个锁针，最后在起立针上第3个锁针的位置调2根线入针，钩一个中长针。第1圈就完成了。将起针多余的线头剪断。我们看，纹理清晰的这一面作为织片的正面，往后可以通过花片第1圈的纹理来确定织片的正法。接着钩第2圈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逆时针翻转织片。图纸上为顺时针看针法，实际就是在反面逆时针钩织。往下是2个长针，钩针绕线，穿入下方洞眼，钩2个长针，然后是一个锁针，跳过3个长针的针目，在下方洞眼钩3个长针，3个锁针，再钩3个长针，往后就按照图纸继续钩完剩余针法。最后的3个长针要在开始的洞眼里钩织。最后在起立针第3个锁针的位置钩一个引拔针。拉紧。由于下一圈需要换线钩织，因此这里需要钩一个锁针固定，然后预留5厘米左右断线。第2圈就钩好了。下面来钩第3圈，首先对照图纸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这里小样颜色随机，先接线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稍稍拉小线圈，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，拿起织片，找到第2圈的反面，钩针穿入刚刚引拔的左侧锁针洞眼中，将新线圈钩出，拉紧线头，接线完成。
开始钩织第3圈，立3个锁针起立。这一圈的针法为逆时针观看，在接线的同一个洞眼中钩2个长针。剩余的线头在反面顺着纹理藏好，正面不要露出痕迹。接着是一个锁针，跳过3个长针的针目，在下方洞眼钩3个长针。然后是一个锁针，同样跳过3个长针的针目，在下方洞眼钩3个长针。3个锁针，3个长针。下面对照图纸把这一圈钩完。由于下一圈需要换线钩织，因此钩一锁针固定，然后预留5厘米线头断线。第3圈完成。下面我用这个小样讲解一下剩余圈，对照花片1的图解和配色表一一对应，绕圈正反面交替钩织。正面钩织时，图纸逆时针观看；反面钩织时，图纸顺时针观看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图解只给了1到9圈，第9圈钩完后，第10圈要按照第4圈针法继续钩织，后面依次顺延，6圈为一组循环。换线则是以2圈主色线、1圈配色线的规律换线，主色线固定不变，配色线根据配色表按顺序更换。主色线第1圈结尾钩织中长针连接，第2圈结尾引拔断线，配色线结尾直接引拔断线即可。最后1圈为正面钩织，结尾钩中长针连接，不要断线。注意钩到第5圈可以测量一下花片的尺寸，与图纸给出的尺寸比照一下。如果相差较大，需要调节手松紧度重新钩织，以免影响成品尺寸。需要的针法前面都演示过了，大家自行将它们钩完。到这里，花片1的讲解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1部分，我们在花片1结束的位置继续钩织第1部分。我用这个小样来讲解，小样钩织的圈数较少，只演示方法。先来钩第1行，立3锁针起立，翻转织片，在锁针的洞眼里钩2个长针，
一个锁针，然后跳过长针的3个针目，在下方动眼钩3个长针。后面都是相同的规律。一直钩到左侧3针锁针动眼位置，在里面钩2个长针。由于下一行要接着花片2的换色规律换新的线，因此最后一针需要钩织一个未完成长针，钩针绕圈，穿入锁针的动眼，绕圈，将线拉出，接着绕线，从前2个线圈穿过，这是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。主色线暂停钩织，取出对应颜色线，将线钩出，调整一下，这样就完成了这针长针，并完成了换线。将主色线预留5厘米左右断线，第1行就结束了。接下来钩第2行，立3锁针起立，翻转织片，钩一个锁针，跳过长针的3个针目，在下方动眼钩3个长针，往下按照这个规律继续钩织。最后在起立针上方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换主色线完成这个长针，方法与之前相同。后面往返钩织时换线均按照这种方法进行。最后将新线预留5厘米左右断线，第2行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3行，立3锁针起立，翻转织片，在锁针的动眼里钩2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然后跳过3个长针的针目，在下方动眼钩3个长针，后面也是相同的规律，继续钩织。
最后3个长针要全部勾在锁针的洞眼里。由于下一行不需要换色，所以最后一个长针正常勾完。下一行直接起立翻转即可，第3行就完成了。后面大家参考图纸钩织对应针法即可。换色的方法前面也演示过了，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将剩余行勾完。最后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，自行藏好线头。到这里，第一部分的讲解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制作第2部分，来看小样。在已钩织的第一部分对称的另一侧钩织第2部分，将花片1反面朝上，在右侧3针锁针洞眼中接线往返钩织，换线及钩织方法与之前的第一部分相同，我就不重复演示了，大家参考图纸自行将第2部分钩完。到这里，第2部分的讲解就完成了。接下来钩花片2，来看成品。采用锁针环形起针，逆时针环状向外钩织，1到4圈，每一圈都要换色，配色随机且不要重复。由于第5圈是用主色线，因此前4圈少用主色线。大家可以先集中钩织好花片2的1到4圈，分布好配色后，在一起钩织第5圈进行连接。出现的新针法有长针3针的枣形针、长长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首先锁针起针，钩3个锁针，将钩针穿入第一个锁针上方的半针，钩一个引拔针，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1圈，先立3个锁针起立，接下来穿入圆环中心，钩织对应针数的长针，最后在起立针上方钩一个引拔针，拉紧。由于下一圈要进行换色，所以再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，第1圈就完成了。将起针多余的线头剪断，同样纹理清晰的这一面作为织片的正面，往后可以通过花片第1圈的纹理来确定织片的正反。接着钩第2圈，取出新线，打一个活结，在第1圈的引拔针处接线。这一圈出现了新针法，长针3针的枣形针，这里我简称为枣形针。第1个枣形针因为包括了起立针，所以比较特殊。先立2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同一个洞眼中钩织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。
此时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钩针绕线，依次从所有线圈钩出，一个特殊的枣形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是一个锁针，下面就是常规的枣形针了。在下一个针目里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。此时钩针上有4个线圈，钩针绕线，依次从所有线圈钩出，一个枣形针就完成了。往后就以一个锁针、一个枣形针的规律对照图解，把这一圈钩完。最后在枣形针结束的针目里引拔，也就是起立针左边的这个针目，拉紧，钩一个锁针，然后断线，第2圈就完成了。第3圈在第2圈引拔左侧的锁针位置入针接线，以一个枣形针、2个锁针的规律钩织。织法与第2圈相同，我就不重复演示了，大家对照图解自行将这一圈钩完以及断线。下面来钩第4圈，取出新线，打结，接线，在引拔针右侧的锁针动眼入针，钩4个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然后在同一动眼钩织2个长针，钩针绕线2圈，然后穿入动眼，绕线，拉出。此时钩针上有4个线圈，依次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3次。一个长针就完成了，我再演示一遍。钩针绕线2圈，将线钩出，钩针上有4个线圈，依次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一个长针就完成了。接着是一个锁针，在下方动眼钩3个长针，
然后是一个锁针，在下方动眼钩3个中长针，一个锁针，下方动眼钩3个长针，接着又是一个锁针，下方动眼钩3个长针，此时来到了拐角处，钩3个锁针，然后在同一动眼中钩3个长针，花片的一边就钩好了，剩余的3边大家按照图解自行钩完。最后在起立针上方引拔拉紧，断线。第4圈就钩好了。最后来钩第5圈，来看结构示意图。长款与短款的花片2数量不同，连接方法相同，都是从第一部分下面的拐角处开始连接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长款会遇到4个花片2相连接的情况。下面请看我演示边钩边连接的方法。我用这2个小样来演示边钩边连接的方法。这一部分代表着花片1，这一部分代表着第一部分。这个花片是1到4圈的花片2，取出主色线，打结，在花片2第4圈引拔的右边动眼，入针接线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同一动眼中钩2个长针。接下来这个锁针要进行连接，连接的时候用引拔针来代替这个锁针，将织片反面相对，对照图解找到入针位置，也就是第一部分倒数第2行这个侧边，将钩针穿入，绕线钩出，钩一个引拔针，连接就完成了。后面回到当前织片，钩织3个长针，
接下来又来到连接的位置，我再演示一遍。间隔一行，在锁针动眼里引拔连接，继续回到当前织片，钩3个长针，下一个连接在花片1的拐角处，穿入3针锁针的动眼进行连接。下面的连接均在这样一个锁针的动眼位置。钩到花片2拐角处时，需要钩织3个锁针，中间的这一个锁针用引拔针代替，先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引拔连接，连接完毕后再钩一个锁针，在同一动眼钩织3个长针，拐角处的连接就完成了。后面的拐角处连接均按照这种方法进行，然后我们继续正常钩织。到了最后这个拐角处，按照之前拐角处的连接方法连接，先钩一个锁针，钩针穿入第一部分最后一行这个长针针目，钩一个引拔针连接，再钩一个锁针，起立针上方引拔，拉紧，第5圈就完成了。看一下花片2上方这一条边，与花片1和第一部分侧边就连接好了。接下来我们钩织第2个花片2的第5圈连接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后面钩织的花片2都需要与花片的两边连接。先取出主色线，打结，在花片2第4圈引拔的右侧这一动眼中入针接线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同一动眼钩2个长针，到连接的位置时进行连接。注意，在之前连接的位置的左侧这一动眼里连接。
方法与第一个花片相同。我小样这里行数不够，实际是需要继续在拐角处引拔连接一次，我这里就继续钩织了。钩到最后一条边的时候，要与前一个花片进行连接，大家先把后面2条边钩完。来到最后一边，先连接2个花片对应的拐角处，方法与之前相同。先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将2个织片反面相对，钩针穿入上一个花片2的拐角洞眼，钩一个引拔针，然后再钩一个锁针，在同一洞眼里钩3个长针。花片的连接都是在锁针上进行的。钩到锁针时，就要用引拔针代替锁针连接。继续钩3个长针。最后一个连接的位置是在花片1与上一个花片2拐角处连接的这个洞眼，钩一个锁针，连接，再钩一个锁针，吉利针上方引拔，拉紧，第2个花片2就完成了。第一行剩余的花片2就按照第2个花片2的连接方法进行，大家参考之前的演示，对照图纸将其连接完成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长款花片还会遇到4个花片2相接，在拐角处的连接是穿入第一次连接的同一位置引拔连接即可。具体入针位置，大家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，保证拐角处衔接整齐美观就可以。大家对照结钩示意图钩完对应数量的花片2并连接好，后片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学习左右前片的钩织方法，来看成品。
先对照结构示意图，边勾边连接对应数量的花片2。注意袖箍的2个花片一边，不要与后片连接。肩部连接的位置与第一个花片2的连接位置类似，大家参照图解对应连接即可。花片2之间的连接可以参考第2个花片的连接视频，原理相同。然后再沿着连接好的左右前片花片2一侧，以及后片花片1的部分侧边，挑针来回往返钩织第3部分。花片2的钩法和连接前面已经演示过了，大家可以参照前面的视频进行钩织。第3部分的花样与第1、2部分花样相同，只是第1行的挑针处钩织不同。这里我只演示第1行的挑针钩法。来看结构示意图，在衣服正面最右边花片2的拐角处接线，这里的左右是指衣服穿着时的左右。我用这个小样的花片2侧边来演示第3部分第1行挑针的钩法。取出主色线，打结，找到衣服正面最右侧的花片2拐角处，接线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同一个洞眼中钩2个长针。后面大家先按照图解钩到2个花片的连接位置。接下来，第1个长针钩在前一个花片的拐角处，第2个长针钩在引拔针处，第3个长针钩在后一个花片的拐角处。后面继续钩织，来到2个花片的连接位置，我再演示一遍。1个长针钩在前一个花片的拐角处，第2个钩在引拔针处，第3个钩在后一个花片的拐角处。后面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钩完挑针的第1行，剩余行对照图解来回往返钩织，不要忘记对照配色表进行换色。到这里，第3部分就讲解完了。接下来钩织袖子，来看成品，分为袖身和袖口。先钩织袖身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来回往返钩织。钩织好袖身后，将袖身连接起来，然后沿着袖身起针行绕圈钩织袖口，最后再与身体连接。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针加针、长针1针放3针、长针的正拉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钩织方法。首先锁针起针，打一个结，拉紧，1、2、3，一直钩完需要的针数。这里我小样起针较少，
具体帧数参考图纸。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一行，先立3个锁针起理，接着调左侧第5个锁针。注意，钩针上的线圈不包含在内。我用缝合针指一下位置，1、2、3、4、5。在第5个锁针挑上方的半针钩一个长针加针，也就是一个针目里钩2个长针。一个长针加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是一个锁针，然后跳过3个锁针针目，在第4个锁针位置挑上方的半针钩一个长针1针放3针，就是一个针目里钩3个长针。我用缝合针指一下位置，1、2、3、4。在这一锁针位置钩3个长针，一个长针1针放3针就完成了。我再演示一遍。后面就按照图纸钩完这一行。最后一个长针钩未完成长针，换新线完成这个长针。第一行结束，剩余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钩完。换色规律与织片2相同，涉及到的针法前面都演示过了，参考前面的视频即可。到这里，绣身的讲解就完成了。接下来要把片状的绣身连接起来，将绣片两边正面相对，钩针同时穿入2个织片边缘的几根线，以1短针3锁针的规律钩织连接。往下我提供一个钩织短针和锁针连接织片的方法。注意视频主要演示方式，实际短针之间是钩3针锁针，大家可以先学习，请看演示。以右前片为例，注意左右前片指实际穿着的左右，将右前片和后片正面相对，反面在外。可以从任意一侧开始拼接，将肩部重叠对齐。这个小样是后片，这个是右前片。我们从边缘这里开始，一直拼接到这个长针位置。后片这里就是这个长针位置。钩针同时穿入2个织片边缘的几根线，接线。
立一个锁针，接线处钩一个短针，接着钩2到3个锁针，我这里钩3个锁针，间隔一小段距离，同时穿入织片边缘的几根线，继续钩一个短针。这个距离和锁针长度大致相同，确保钩完后织片不会缩起来，并且遇到肚线，将肚线包裹进去。拼接就是交替钩一个短针，2到3个锁针，将这条边拼接完成。完成后断线。此时连接就讲解完了，下面开始钩第一圈。这里我用袖子的小样来演示，针数较少，取出对应线材，打结，找到连接的位置，入针，钩2个锁针起立，接下来在袖子第一行长针加针的锁针位置钩一个长针，然后在左侧洞眼里钩3个长针，接着在已钩织的入针位置钩一个长针，左侧洞眼里钩3个长针，后面以这样的规律往下钩织。最后一个洞眼里钩2个长针，然后是已钩织的入针位置钩一个长针，最后一个长针在起立针辫子对应的锁针位置钩织。接着在这一圈起立针上方钩一个引拔针，拉紧，第一圈就完成了。
接着钩第二圈，立2个锁针对应下方起立针。接下来钩一个长针的正拉针，钩针绕线，在织片上方将钩针从绣片第1圈的第1个长针右侧入针，向外挑起这个长针，左侧穿出，钩针绕线拉出，将线圈拉长，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钩一个长针，一个长针的正拉针就完成了。接着在左侧长针上钩一个长针，注意后方正拉针对应的针目空处不钩。接下来又是一个长针的正拉针，我再演示一遍。钩针绕线，在织片上方将钩针从长针右侧穿入，挑起这个长针，绕线，拉出，线圈拉长，钩一个长针，一个长针的正拉针就完成了。然后在左侧长针钩一个长针。后面就是以一个长针的正拉针，一个长针的规律，对照图纸将这一圈钩完。最后一针是长针的正拉针，完成后在起立针上引拔，拉紧，这样第2圈就钩完了。剩余圈数大家对照图纸不加不减，按照第2圈的钩法，正拉针挑起下方对应的正拉针，向上钩织即可。完成后正常断线，在织片反面藏好线头。到这里，袖口的讲解就完成了。袖子完成后，先将有连接痕迹的那一侧放在腋下，然后将袖子与衣服正面相对，用几个记号扣固定好大致连接的位置。大家可以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将袖子与身体连接好。到这里，袖子的讲解就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织门襟，来看成品。门襟由若干个花片3组成，同样是边钩边连接，采用锁针环形起针的方法，逆时针环状向外钩织，且每一圈换色，配色依然随机，注意不要用到主色线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钩3个锁针，钩针与第1针引拔成圈，起针完成，开始钩第1圈，先立3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对照图纸钩完对应针法。最后3个锁针，在起立针上方引拔，拉紧，再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5厘米左右断线。第1圈就完成了。来看结构示意图。花片3的第2圈也是边钩边连接，从衣服右门襟的拐角处开始连接，
我用这个小样来演示花片3第二圈边钩边连接的钩织方法。这个小样代表着右门襟，这一部分是花片2，这一部分是第3部分。从右门襟的拐角处开始入针，取出一个新线，打结。在上一圈引拔针右侧的洞眼入针，拉出，钩3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同一洞眼钩2个长针，钩织方法与花片1类似，往下继续钩织即可，一直钩完前面2条边。下面来到第3条边，要与第3部分的拐角处连接了。将2个织片反面相对，对照图解找到入针位置，先钩一个锁针，中间这个锁针用引拔针代替。接着是一个锁针，然后在同一洞眼中继续钩3个长针，继续来到连接的位置，引拔连接。拐角处对应花片3的拐角洞眼连接。最后在起立针上引拔，拉紧，第2圈就完成了。这里我将这3个长针命名为一个花样。花片3的连接规律是2个花样对应一个花片3。由于最后会多出一个花样，
所以有一个花片3要连接3个花样。下面我用第二个花片3来演示3个花样连接的情况，以及2条边连接的钩织方法。大家先自行钩织好第一圈，下面来钩第二圈，取出新线，打结，再引拔针右侧的洞眼入针，先将1、2两条边钩完，下面来到与第3部分的连接的这一条边，将2个织片反面相对，对照图解找到入针位置，也就是第3个洞眼，1、2、3。先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引拔连接，再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在同一洞眼钩3个长针。接下来要在中间这个花样的中间长针针目里入针引拔，然后继续钩织对应针法。接下来来到拐角处，与第一个花片3连接的这个洞眼相同的地方入针，先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在同一个洞眼引拔连接，钩一个锁针，继续在同一洞眼钩3个长针，后面的引拔连接的方法与之前的花片2与后片第一部分的连接，以及花片2与花片2的连接是一样的。最后在起立针上方引拔，拉紧，断线。第二个花片3就完成了。后面大家对照结构示意图，沿着第3部分钩织相应数量的花片3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后面的花片3都需要两边连接了，都是以2个花样对应1个花片3的规律。连接方法可以参照前面的视频，将花片3边钩边连接完成。到这里，门襟的讲解就完成了。接下来要进行钩边，来看成品，分为2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沿衣服的外围进行1圈钩边，第二部分是下摆处钩一行花边。用到的新针法有短针加针、长针6针的枣形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下面我们来钩第一圈，来看结构示意图。我们要在左门襟的花片3拐角处入针。我用这个小样的这一侧代表衣服的左门襟，这一部分是花片3，
这一部分对应第3部分，这一部分对应花片2。在花片3的拐角处入针，取出对应线材，打结。在衣服总门襟花片3的拐角处入针，拉紧线圈，拉出，钩一个锁针起理，在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在这3个长针的位置钩3个短针。接着在这一个锁针的洞眼里钩一个短针，后面继续在3个长针的针目里钩3个短针，下一个锁针的洞眼处钩一个短针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在辫子针上钩一个短针，下面的长针上钩3个短针，接下来这一个辫子针上钩一个短针，第3部分的短针大家可以对照图解的短针位置一一对应钩织。由于每个人的手松紧度不同，也可以自行调整短针的分配，最后要让织片平整即可。接着来到花片2的位置，花片2的短针分布都是每一个针目对应一个短针。我们往下继续钩织。现在来到了2个花片的连接位置，在这一个洞眼中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在连接的引拔针位置钩一个短针，接着在下一个洞眼中钩一个短针。后面就按每个针目对应一个短针的规律往下钩织。就这样绕一圈，最后回到花片3上。遇到花片3的拐角连接处，分别在这2个洞眼里钩一个锁针，然后继续一个针目钩一个短针，
最后在开始的洞眼里钩2个短针，然后在第一个短针上钩一个引拔针，拉紧，第一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2圈，钩一个锁针起立，在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，后面不加不减按照短针的针目钩到拐角处，小样这里拐角处省略了。一共有2个拐角处，每一个拐角处都要在中间的那一个短针里钩一个短针加针。我这里用第2个拐角处来演示短针加针。拐角处有3个短针，在中间的这一短针里钩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个针目里钩2个短针。一个短针加针就钩好了，然后在开始的这一短针上钩一个引拔针，拉紧，第2圈完成。大家对照图纸，按照同样的方法把第3圈钩完。注意第3圈的每个拐角处要加2次短针，无需断线，后面接着继续钩织花边。到这里，第1部分的讲解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制作第2部分，先钩7个锁针，其中第1针是起立针，接着再钩4个锁针，后面3针是起立针，接着在倒数第4个锁针上钩一个长针5针的枣形针，加上3针锁针的起立针，其实是一个特殊的长针6针的枣形针。挑倒数第4个锁针的上半针和后面的里山，钩5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此时钩针上有6个线圈，钩针绕线，依次从所有线圈钩出，将织物顶起，一个特殊的长针6针的枣形针就完成了。然后转动这个枣形针，从这一个锁针的洞眼里再钩一个引拔针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小球。接着再钩6个锁针，跳过6个短针的针目，
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在第7个短针的位置钩一个短针，到这里我称之为一个花样。我再演示一遍这个花样，钩6锁针，然后是4个锁针，倒数第4个锁针上钩5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钩针上有6个线圈，钩针绕线，从所有线圈中钩出，转动这个枣形针，从这个洞眼中钩一个引拔针，然后再钩6个锁针，跳过6个短针，在第7个短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后面就按照这样的规律一直把这一行钩完。钩到最后一组花样的时候，可以根据剩余的针目自行调整间隔的针数。最后一个短针要钩在下摆结尾的拐角处。到这里，第2部分就结束了，这款开衫的讲解也就完成了。如果大家在钩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